时隔5年后，韩国国防部日前正式宣布将成立专门的委员会，以加快推进萨德系统在韩部署。对中韩关系来说，萨德部署几乎就是一个风向标。韩国新政府这一举动将对两国关系造成怎样的新一波冲击？来看报道。韩国军方上周四证实，韩国政府计划专门组建一个由多部门和机构代表构成的委员会，最大限度为萨德部署工作扫清障碍。据韩联社报道，该委员会成员主要由地方政府和环境厅、民间环境专家、所在地居民代表、环境部和国防部所属公务员组成。韩方预计，原本耗时1年以上的环境影响评估将大为缩短，有望在年内完成。不出意外，尹锡悦政府明年就有可能展开萨德基地的新建和扩建工程。此外，美韩联合国防协商机制会议下月中旬将在华盛顿举行，讨论议题就包括推动萨德系统的部署。过去几年，美国一直敦促韩方尽快恢复萨德基地正常运转。文在寅政府原计划于2019年着手开展一般环境影响评估，但因当地居民强烈反对，被拖延至今。韩国新总统尹锡悦曾在大选纲领中直接承诺，在任内结束环境影响评估，为驻韩美军执行任务提供支持。对中韩关系来说，萨德系统的部署几乎就是一个风向标。2016年，韩国时任总统朴槿惠执意引进萨德，导致中韩关系跌入冰点。直到2017年，文在寅上台，提出了所谓3不承诺，即不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美日韩3方军事同盟，并承诺通过磋商解决一系列问题，这才使得萨德部署暂时搁置，中韩关系也得以实现转圜。但尹锡悦上台后不久就宣布重启萨德，一方面，美国将在东北亚方向对中国造成实质性军事威胁；另一方面，通过萨德，美国将韩国拉上其战车，进一步要求韩国在军事领域融进美国的同盟序列。对于这个韩国来说，它不是一个技术原因停止部署，而是因为政治原因停止部署。那么它因为其他的政治原因恢复这个部署的态度，基本上是指日可期的。那现在看上来，这个尹锡悦作为新的韩国总统，他和文在寅明显的不同，更期待就是说依赖美国，提供这个安保力量，包括依靠韩国的这个本国的力量。当然，这个事情第一肯定会再次引发东北亚地区的这种政治，尤其是外交上的这个不安与博弈。萨德全名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由指挥车、火控雷达、发射装置以及拦截弹共同组成的反导系统。在韩国之前，萨德仅在美国本土和关岛部署。萨德系统入韩引发中方警惕的并非它的反导能力，而是雷达侦测能力。美国宣称部署韩国的萨德系统的雷达仅能探测到500公里之内的情况，韩国也宣称他们只是为了防御北边，但实际情况是该雷达的辐射范围超2000公里，实质上已经覆盖了中俄部分领土。这也意味着，就连大部分中国东部沿海省份以及部分腹地都在其监视之下。更大的威胁是，美国长期在所谓的岛链上部署反导系统，韩国将成为美国反导网络的最前沿。结合韩国已经部署的宙斯盾系统以及爱国者系统，韩国的反导系统将与美国进一步融合。对于韩国政府部署萨德的新动向，在日前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就在与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的双边会谈中，表达了中方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忧虑。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本月9号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也指出，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的 X 波段雷达探测距离长达2-3千公里，能够深入探测中国内地，这不仅令中国人民感到不安，更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不可能熟视无睹。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问题曾给中韩关系带来影响，我们理解韩国对于自身安全保障的需求，也希望韩方理解中国的安全关切。事实上，对于部署萨德，韩国当地民众多年来抗争不断。据韩国文化日报周一报道，位于庆尚北道新州郡萨德基地附近居民组成反萨德民间组织撤回萨德综合情况室，该组织已决定于周四前往首尔龙山总统府
府附近等地举行反萨德基地正常化的机会。它可能会短暂的从这种加强韩美军事同盟，然后加强韩国的军事部署，甚至不惜损害这个短期内中韩关系的这种行为中，它可能短暂会获益。但是从长期来看，从这个东北亚的地区局势来看的话，那韩国必然是不可能这个说长期的与一个这个东北亚更强的一个大国进行这种持久的这个对抗的。尹锡悦上台不久就传出韩国可能允许美国追加部署萨德的消息，而萨德部署曾是中韩关系的一根毒刺。那您对此有何观察？5年前，左翼的文在寅上台，顺应韩国民意，呼吁美国推迟部署萨德，还彻查前任朴槿惠，不经国会审议就提前允许萨德入境。但美国在韩的太上皇地位毫不在意，当年的9月7号就单方面宣布1个连部署完毕。面对如此无赖，文在寅只能说萨德在韩只是临时部署，他还向中国承诺过不追加部署萨德。但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韩国不能左右美国，另一方面呢，韩国保守派上台加剧了在萨德博弈中的冒险。对于未来的事态，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简单把愿望当成现实。就萨德入韩的5年来看，别看他现在只用了韩国新州基地不到1/3的面积，而且只有1个连、6台车和1台雷达的装备，但美国人早就暗示招数，实现了萨德基地的提质增效。经过多年蚂蚁搬家式的升级，驻韩美军的萨德已从 Sparrow 6.4 版升级到了 8.2-1 版，这意味着能在美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框架内实施洲际反导，完全超越了朝鲜半岛的范畴，将韩国变成为美国有事时同第三国作战时的前哨。特别是这种升级以后，它就能和日本横田的美日联合反导指挥所协同。按照韩国学者柳成业的说法，韩国的萨德基地已经和美军在日本基地的萨德预警雷达、7舰队的宙斯盾舰乃至太空卫星联网，成为美国在伊岛链围堵中俄大国对手的盾牌。从美国的意图看，受益于俄乌危机的外溢效应，打破了日韩冷战魔咒，营造印太小北约的难度大大降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韩国的新总统尹锡悦甚至超越萨德，说过要效仿北约欧洲5国，由韩国出钱与美国共享部分核武器。韩国媒体呢，甚至提到一个更可怕的前景，就是从美国现有的战略导弹核潜艇里面指定几条，由韩美日3国协商共同运用，韩日呢将为此分担费用。考虑到核潜艇的隐蔽信号，这种看不见的核共享能相应减少周边国家的外交麻烦。基于尹锡悦承诺要打造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从追加萨德到核共享，这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美国主导下的3国军事一体化在提速，其对我周边安全形势的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